平安，你有没有告诉你的 ex boss 说我现在是 A 组和 C 组的创意总监呢？土地公，我变成人形了，耶！彩月，你放完假回来了？我们的战神已经全面升级，变成一个一站式服务的神。我们已经交往一段日子了。一段日子，这是喝了连神仙都把持不住、任你摆布的仙人醉。我一定要让花妖对他心灰意冷，放弃让他变回孙悟空。彩月，你还好吗？哎，你喝酒了？你说，为什么我才离开一阵子，你跟唐心就在一起了？我跟你说过，你和唐心是不可以在一起的。如果你们在一起的话，我们就完了。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回不去了，我们回不到1000年前了，回不去了。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不要再为什么了。你明明有发视频给我，说你很想念我的。我是很想念你啊。那你为什么跟唐心在一起？你为什么说话不算话？我讨厌你！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？明明就是你跟我讲说你想通了，一直拿我当替代品，说以后不会来纠缠我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都是你亲口说的，你是不是失忆啊？我没有。你明明就有。我明明就没有。你明明就有。我没有。姚静，你和唐心可以从来没有在一起吗？反正我也要灰飞烟灭了，我们都回不去了。我衷心的祝福你和唐心，答应我，要幸福，要快乐。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，大家都回不去了，彩月要灰飞烟灭了。指尖穿梭千年的指尖，划过一条斜线，已被荒废的旧痕失联。刹那间，所有离别刹那间，对不上的也何来的亏欠，来不及忏悔。使命刀剑无言，却为爱无法缱绻。命运玩弄这一切，爱恨中周旋。别避开前世缘，别避开前世缘，此缘一定绵绵无限。战无不胜，只是头衔中摆在红颜，注定需要为爱冒险。别闭着那双眼，别闭着那双眼，请别拒绝熟悉的脸。轮换穿过了多少回，只求的谅解，灰飞烟灭也轻言。
庆祝我们交往1个月。怎么不喝啊？哎，对了，我的朋友从瑞士买了最好的 cheese， 我拿出来给你试试。唐鑫，我们下次再喝吧。我突然想起还有些事要处理，我先走了。华先生，对不起，我知道现在有点晚了，可是我真的有点担心彩月，她在吗？你会担心彩月？是这样的，她刚才来我家喝得有点醉，她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现在才来担心她，早知今天又何必当初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以前讲给你听，你不相信也不愿意听，现在没时间了，人也快走了，你才来假惺惺。哎，华老板，彩月她是不是生病了？你整天说我们神经病，现在彩月时日不多啦，有空就陪她吃饭喝茶什么的，让她走，也走得安心。彩月，她真的得绝症了？差不多啦，走吧，我要睡觉了，记得关门啊。花果山上有你给我，十里桃花人间赏月，明月当空，星光弥漫，是错为花在月梦。情也深，意也浓，相思月亮水中。你的心里真的有我吗？那为什么你还会接受唐鑫？弹指间穿梭千年，弹指间划过一条斜线，已被荒废在旧恨失恋。刹那间，所有离别刹那间，对不上的也何来的亏欠，来不及。我可不可以靠着你的肩膀？你真的回来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到此为止吧。我们互不相欠。喂，唐鑫，我突然想起今天大苹果有一点事情，我就不过去了。好吧，那你忙你的。好，抱歉。没事，我们随时都可以一起吃饭。我等着你。好。闭着那双眼，请别拒绝熟悉的脸。轮换穿过了多少回只求的谅解，灰飞烟灭也情愿。灰飞烟灭也情愿。各位，天山家电的空调广告原本是战神他们那组负责的，可是 C 组的同事认为不公平，
百事集团的项目向来是我们 A 组负责，有什么不公平？公司现在竟然要靠一个项目来苟延残喘，追根究底，都是因为战神的抄袭事件。所以有些同事认为不应该再把白氏集团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他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安排呢？我觉得不如你暂时退出这个项目，我想大家都会舒服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？好，我先离开。不行，boss 都说他只做后勤，为什么还要退出？没关系的，大家想要吃什么我去买。哎，我觉得平安说的对，要战神完全退出这个计划，又好像是过分了一点。不过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是需要他才能完成的大事。战神，公司的厕纸用完了，你去补货好不好？你要 boss 买厕纸，这有什么问题啊？大家都在帮他擦屁股，厕纸这种东西由他来负责，再好不过了，对不对？皮尔，平安，你是公司未来的领导人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监督了啊。皮尔，你今天的发型有点特别哦，是吗？有点像鸡屁股上面的毛，要不然为什么你以为你有老板的令箭呢？其实我是用心良苦，天山家电是我们公司接下来唯一也是最重要的项目，主创的工作我被逼要负责，我也很为难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既然这么为难，不如我来负责主创，你去买厕纸就好了。如果你拿得下这个广告，别说买厕纸，洗厕所我也愿意。你说的。好，那这个广告就交给 B 组来负责。好，做就做，谁怕谁啊？你这个月 B 组走了多少个人啊？7个、8个，你还有没有人用啊？我跟 boss 可以支援帅哥。我也支持组长。那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负责了。可是如果万一拿不到，那怎么办？万一拿不到，我辞职。好，等一下，如果我们失败，组长辞职；如果我们成功，你去买厕纸洗厕所，好像有一点不太公平哦。如果你们拿下这个广告，我辞职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所谓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。我们公司正处在于乱世之秋，赖皮狗又拿着鸡毛来刁难我们。我们都是精英，所以这一次我一定会拿出100%的功力，成功拿下白氏集团的广告，绝对不会输的。我要去买茶点，大家想要吃什么？啊，不用了 ，boss， 我送了菊花茶，送了桂花糕，一起吃吧。你可不可以专心一点啊？不要整天想着吃吃喝喝的。告诉你们，今天想不到点子，谁都不许回家。哦 ，boss， 不如一起来想。我们都在等你啊，来。怎么说我是因为你才跟赖皮狗打赌的？你总要有一点贡献吧？坐下来帮忙一起想。喝杯菊花茶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没有想法。帅哥，你叫我的食物来了。哇，我们是在开会还是在开 party 啊？当然是开会。我都说了，今天想不到点子都不允许离开这个公司。既然不能出去吃饭，我只好把东西叫来我们公司了。你不是要我们专心一点，不要吃吃喝喝吗？对呀，我叫的是好料，就不用吃你那什么桂花糕浪费卡路里了。那你们慢慢吃，我去帮其他同事叫外卖。刚才我已经绞尽脑汁，可是脑筋就是一片空白，我已经完全失去创意了。这就好比一个绝世高手，现在内功全失。哦，
练内功和去练仙法是一样的，练到一个境界就很难有进展。可是只要你通过这个玄关，就可以成功了。练仙法叫做得道飞升，练武叫做打通任督二脉。你现在这个阶段是在打通任督二脉之前的重要时刻。你不明白的，我已经不行了，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金牌广告人。一块发光的金牌，不管摆到哪都会发光。很明显，我不再是那块发光的金牌。金牌的价值不在于会不会发光，难道一时失去光泽的金牌就不再是黄金了吗？一次的失败不会夺走你多年来累积的经验。没有了创意，难道就失去经验吗？那你这些年来不都白活了吗？照妖镜，你要相信你是最好的。我是最好笑的。不，我认识的孙悟空是个顶天立地、勇往直前的男子汉。就算他中了毒，就算他知道他不是九尾狐的对手，就算他知道他必死无疑，他都无畏无惧，他都不怕死。他怎么会怕输、怕失败？我不说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Boss， 对不起各位，我刚才就这样跑掉。现在还欢迎我吗？当然欢迎。进展如何？你自己看得到啊，东西都吃得七七八八了。可是一个点子也没想到。彩月说的没错，虽然我失去了我的创意，但是我没有失忆啊。我做了那么多年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经验的。为什么我总觉得你在倚老卖老啊？不是，你等我一下。我们来玩个游戏，在人物、地点、事件、时间这4个部分各抽一张贴纸，再把贴纸里面所有的内容串联在一起，就是一个独有的桥段。好，我先抽。我抽地点。军营。抽时间。3更半夜。我来抽事件好了。我抽到的是追逐。我抽人物，美女，美女，美女。丧尸。3更半夜在军营被丧尸追逐，这跟空调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知道了，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在一个警卫森严的军营，大家都睡得很甜。突然间，警报响起，原来带有病毒的丧尸军团正开始攻打军营。丧尸军团攻势凌厉，很快就将军营的围栏给冲破了。军营的军人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？大家四处窜逃。这时，一个帅气的小兵被几个丧尸给盯上了。小兵拼命地跑，丧尸拼命地追。眼看就要追到的时候，小兵躲进了房间，丧尸们也跟了进来。谁知道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遥控器，启动了墙上的空调。忽然间，丧尸们被寒风吹袭，满腔怨气顿时冷却了下来。他们享受着空调的温度，慢慢的闭上了眼睛睡着了。直到第2天早上，小兵竟然没有被丧尸给吃掉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打上字幕：天山空调为你安全安稳睡到天明。怎么样？好像还蛮恐怖的哦，而且budget很高哦，白石集团可能不会喜欢。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有趣，战神，你很厉害。
不如我们再抽一次。丧是因为我们的空调而冷静下来，这个桥段还蛮逗趣的嘛。你喜欢这个桥段啊？那我请他们开始进行。等一下，现在的情形是我单方面喜欢也没用的。怎么会没用？我哥已经暗示我不能再袒护你这个男朋友了。如果把广告判给你们，他一定会连同董事局的股东们以我徇私为由把我罢免的。怎么这么像电视剧里面豪门恩怨的剧情？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啊。那我明天兑药3汤给你，压力大喝那个最有效。你们现在公司压力应该也不小吧？我们的压力要是喝汤可以解决就好了。不如这样，这个周末我请大家来我家聚餐，放松放松，当是慰劳大家最近的辛劳。这么支持我们，要怎么报答你？你知道怎么报答我的？放心，我会确保帅哥出席。有你这个姐妹真好。谢谢。谢谢。那你觉得我应该穿怎么样的衣服啊？是那天我们逛街买的连身裙，还是你昨天买给我的晚装？你穿什么都好看。没有啊，可是我觉得我最近好像肥了，你帮我看一下。你帮我看啊，是不是我肚腩都出来了？还好啦，还好还好。哪里会？那我应该穿什么呢？黑色洋装好，黑色洋装很好看。多吃点。谢谢。Hello， 你们好。有吃的吗？拿吃的。吃了。好。哎，帅哥来吗？欢迎，今天玩的开心点。喝点东西吧。白小姐，谢谢你邀请我，不客气。我完成任务了，有没有奖励？正经一点，今天也是我的宾客。我先去拿东西吃。先生，欢迎你 ，Jensen。谢谢你的邀请。白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唐医生依旧漂亮大方。Jensen，原来他是你的 Plus One， 那就说是家属哦。什么时候请喝喜酒啊？啊！大家好，首先要感谢大家赏脸来到韩盛，再来就是要谢谢大家上一次的努力，让有肉有朋友这个广告取得这么好的成绩。最后就是希望大家能继续努力，白氏集团很乐意继续跟大家一起合作。总之，今天大家要玩得尽情一点，好吗 ？Music。佑静，你明明说你想念我的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唐鑫开始呢？你为什么一直在这里问为什么，而不去寻找为什么的为什么呢？组长，你想说什么？我可以给你证明，战神照妖镜对你有没有什么包在我身上？组长，对不起，打扰大家一点时间。其实我想利用这个机会，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。我生病了，而且是不治之症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大约在3个月前，有一个人来到了我们的公司，因为他，我得了这个重病，因为他，我的这个病是无药可医的，也因为他，我不想把这个病治好。这个病就是相思病，让我得这么严重的病的人，就是你，花彩月小姐。
曾经的我像一个风一样的男人，吹散过无数花朵的花瓣与花蕊，绝对不会也不允许自己为任何一朵花朵而停留。不过，就当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很痛，因为我知道，为了你，我会永远停下我的脚步。为了你这朵鲜花，我会永远停下我的脚步。花彩月小姐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这是5楼送下来的。请签收。哎，我来吧。谢谢。彩月，你的花。谢谢。Baby， 喜欢吗？你刚才不是已经送过了吗？每天都要送你11束11朵的玫瑰花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 my one and only。但也不用每2个小时送1束吧，那么夸张。自从那天后，我就留意到战生看我的眼神怪怪的，我敢肯定他对你有什么的。可是他到现在什么反应都没有。相信我，他现在肯定在偷看我们。等一下我就送你心形巧克力，走吃饭。战神，你们要吃什么？我去买。哦，不用，我是特地来跟你说，等一下不用买，我跟彩月的。你们不吃吗？对面新开了一家日本餐厅，那里的情侣套餐不错哦。嗨，啊，雅静，这么快就吃完情侣餐了？哎，你的体贴男友呢？他没有送你回来吗？我，喂，组长，帅哥，说话怎么这么不自然啊？战生是不是在你身边？没关系，只要跟着我说，说 baby 你在干嘛？有没有想我啊？
，baby， 你在干什么？有没有想我啊？一定要想我哦。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20分钟不见，就好像15天没见面这样。20分钟不见等于15天。晚上记得要盖好被子睡觉，千万不要着凉了。睡觉的时候记得要盖好被子哦，不要着凉了。你在泡妞哦？没有啊，你不知道我是电话热线教你谈恋爱的主持人吗？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，白雪原来对你还是念念不忘，你还跑去追彩月，现在追到了还去泡妞，你到底想要伤害多少女孩子的心啊？哇哇哇！今天是怎么了？吃错药了？噼里啪啦意见这么多。我只是看你一次一次伤害白雪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哦，好了，跟你闹着玩了。其实我跟彩月是在演戏。演戏？嗯，跟你一样，只是你们演闺蜜，我们演情侣。哦，没想到你也有这一天，我们竟然同病相怜。谁跟你同病相怜了？我们是如有雷同而已，虽然招式相同，可是效果不一样。有差吗？不都是骗人？当然有，所谓假装假装，装久了就变原装，翻版翻版，翻久了就变正版。我们是假情侣，搞不好日久生情，习以为常，大功告成了。所以你帮彩月室友私心哦？人不为己啊，总好过你吧？装闺蜜，装同性恋，难道你真的要帮白雪来追我啊？我是想说，当她的好闺蜜，在她寂寞的时候陪陪她，在她难过的时候安慰她，只要她能够得到幸福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少在那边装伟大了，你也有福利的好吗？谁跟你一起脱光光去按摩，一起去泡温泉，一起进试衣间去试衣服，这些不是福利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下了，喜欢对不对？白雪，白雪，白雪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喝这么多酒？你终于来了。你怎么那么迟啊？我一接到你的简讯，我马上就赶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就是不喜欢我？我到底哪里不好？没有，你很好，你真的很好。还是你对我最好。白雪，你怎么了？我想吐。你要不要喝点茶？你少装姐妹了！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女人吗？那你为什么会想亲我？啊！你跟帅哥在酒吧说的话，我全听见了。你听我解释。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你真的很恐怖。你假扮同性恋，为的就是要跟我去做 SPA， 进试衣间看我换衣服。我还以为终于找到一个真心的朋友，原来都是假的。包平安，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，你给我滚啊！你给我滚！你听我说了，白雪，你给我滚出去！白雪，你听我说了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你听我说了，对不起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不是故意的啦。
那为了你，我牺牲睡眠时间陪你来这里。不要告诉我你现在不敢下车哦。我还是有点紧张。那我回家。不要了，不要。还是你先帮我说开场白。不要告诉我你是跑步经过。我只是负责按门铃。喏。我不想再见到他，你们可以走了。等一下，什么事？你认为包平安是一个怎样的人？笨笨的大傻瓜。他就是战神嘴巴里面每一次说的那个猪头嘛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样的一头猪，怎么可能会想得出装同性恋这么绝的点子呢？其实这个点子是我想的，你要怪的话就怪我，不要怪他。好啊，那以后你们俩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等一等，有什么事 ？OK， 这件事呢，基本上属于私事。你是女强人，应该不会像外面那些小女人一样假公济私，因为我们在私事上得罪了你，而不让我们去你的公司投标广告，对吧？我向来公私分明，竞标的会议不会改变。可是，麻烦你转告包平安，从现在开始，除了公事以外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如果私下再让我见到他，我是见他一次打他一次。哇！我都说了，帅是有用的，至少他没有说要打我。终于等到赖皮狗他们下班了。好了好了，出来吧，大家 relax。哎，谢谢你，亲爱的。明天就要见白氏集团的人了，我们今晚一定要想到可以用的桥段。你今天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？失恋是男人最大的动力。你失恋了？你们不要笑我啦，我又没有谈恋爱，怎么失恋？好了，不要管他，亲爱的，喝口茶润润喉，你先抽。我抽时间。古代。沙漠。终于抽到女人了，公主。结婚。在古代的沙漠，公主结婚？我知道了。从前有一个公主，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沙漠举办一场婚礼，她的父王就送她一个空调。不如我们再想一个。不如让我来试试看好了。从前，从前，有一个公主，她被许配给一个住在沙漠里的王子。可是其实她的身边已经有一个一直偷偷爱着她，永远以她为中心，愿意不分昼夜为她遮风挡雨的小侍卫。偏偏国王已经指派这个小侍卫当送亲团的团长，所以他除了要保护公主的安危，还要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远嫁大漠。这一路上路途艰险，从小娇生惯养的公主怎么可能忍受得了沙漠的酷热？眼看着公主一天一天消瘦，最后终于因为炎热的天气不支倒下。就在大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小侍卫突然发现了天山家电的空调，顿时间气温骤降，炎热的天气也变得舒适清凉。最后我们再上字幕，天山空调，沙漠也清凉。很好，这个故事不但浪漫，也很有看头。真的啊？
我都说了，失恋是男人最大的动力。怎么了，亲爱的？你想知道他怎么失恋的？不是，我是想说，这个有点像王昭君的故事。Good， 我们就把这个广告包装成赵军出赛，是不是更有看头？那还等什么呢？马上开始做PowerPoint呀！好，现在就开始做。等一下 Happy Hour， 我请。喂，帅哥，我已经回到公司了。好，我会把后背的 U 盘带回去。我刚才在吃饭前已经开始拷贝了，现在应该好了。对，好，明天见。怎么存那么久才存好？档案有这么大吗？哎，包少爷，坐下来啦！你这样走来走去烦不烦啊？你没听到刚刚秘书说吗？在我们前面的是去年康城最佳广告的得奖团队。不然还是你去推荐好了。故事是你想出来的，由你来说更精彩，你行的，加油！Boss， 不然你来说。我现在形象不太好，我怕我说会扣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会不会失业，等一下就看你了。好好说，听到没有？轮到你们了，加油，让白姐看看你真正的男子气概。加油！你们可以推荐了。谢谢。我们公司打算用王昭君的故事推荐天山家电的空调。你们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，果然是抄袭界中的至尊。什么抄袭？刚刚的镜头小组所推荐的概念也是昭君出赛，跟你们的点子一模一样。